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0.76，收盘价是267.4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8.39，最低价是在266.6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俯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5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7 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又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。我们也会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这个慢线上穿了零轴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被确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这样的线型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倒垂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横盘后突破的位置，是在相对高的位置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倒垂线，通常它是止涨或者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它的最低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回档。那如果股价的收盘价日后能够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，那股价呢将会继续上涨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，也就是这根倒垂线当日的成交量虽然是量缩，但是较之前的交易日它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说明出现这根 K 线在这个位置是有卖压的，也就是有部分仓位是获利了结。那么后续如果有多头力量的继续介入，在这个地方能够换手成功，那股价呢将会出现继续上涨，否则股价会出现回档。所以目前在这个位置，如果继续有多头力量的存在，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，那股价一定会继续上行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2日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81，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62。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71附近。实际在9月12日收盘价是在267.48，出现了回档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和实际的回档的收盘价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在当日的走势是完全相同的，也就是上方在279附近是遇到了压力，这个压力来自于这个1号趋势线，也就是由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高点确认的一个下行的趋势线。那下方呢是当日是在266附近遇到了支撑。对，好，那既然目前股价现在出现了一个回档，我们刚刚在
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，在这个地方出现止涨或者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仓位获利了结的，对，因此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回档。所以说如果后续没有多头力量的存在，或者没有换手成功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行。所以既然出现了止涨，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么下行股价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，242是前低，是在这个横盘区的这几根 K 线当中的最低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同时我们会看到，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之前也就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瓦解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下行的目标就是228，228只是一个支撑位，它是强支撑。那股价如果跌破了242，真正的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12，212如果被跌破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，或者说是叫确认这个空头趋势。上方有头低，目前是下方还缺少一个底，所以下行的目前的下行的最终的目标就是21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当然我们把图缩小之后，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我们还有一条趋势线是底高的上行趋势线，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在到达212之前，这条趋势线和日后各交易日 K 线的交点也会成为支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日后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99.29，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长期多头趋势。一旦这个长期多头趋势被恢复呢，那股价将会继续出现上行。那么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14。我们说的是目标，并不是说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。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我们看到前高这几个高点都会成为强压力，实际上也是股价如果在多头上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在这几个位置会遇到压力而出现回档或者是反转向下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目标我们暂时把它设在314，也就是这个高点。好的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走势的分析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是9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9月12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高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，但是呢，如果在它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对，那到9月13日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倒垂线的最低是266.6。好，我们关注这个位置的目的就是说，那股价如果在盘中是在这个位置的下方运行，是很容易回档的。如果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容易收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
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8月29日收盘257有5%的进场，然后呢，在9月11日盘后或者是在9月12日盘前，有10%的加仓。那10%加仓的成本，加仓位应该是在267。如果是9月12日盘前加仓呢，成本会更低。所以我们以收盘价计算，目前这15%的仓位的平均成本是在267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目前持有的这个仓位。那在9月12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这个缺口的下沿是256。那么9月12日出现的回档并没有跌破它，所以这个多头仓位是在还是在持有的。那在9月12日收盘价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对，因为出现这样的现形啊，股价我们刚刚分析说了，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回档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，更不可以进场。那么到了9月13日，这个15%的多头仓位的止损位，我们仍然给的是256，守这个缺口的下沿。那么上方的获利目标啊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没有提出来，实际上就是在趋势线和缺口的中线285和279，对，这两个位置呢是获利的位置，包括299，因为这3个位置呢都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，所以到达这个位置是很容易会出现反转向下的，对，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获利目标位，分别是279、285和299附近，这3个位置附近。好，那对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那同时我们也想说，我们比如说在8月29日是进场，在9月11日的收盘价是加仓，所有的加仓位也都是进场的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也可以，就是说进场5%，同样守止损是守这个缺口的下沿，到现在依然是这样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依然是自开盘之后，我们说股价只要出现上涨，到达趋势线和这个缺口，包括一直到达上方的299。目前股价如果在上行的走势中啊，在到达300之前，一直都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场或者加仓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42和下方的228，甚至是212。对的。那目前空头的回补位呢，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守300关口。对，所以一旦股价上行冲破了300关口呢，会出现一根类似于实体长绿 K 线，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 K 线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和当日 K 线与这条趋势线的交点是在278附近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81到289，是这个缺口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99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
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60一直到263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，是从256.5到260.5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和5日均线值合并，那么它们的这个第一个支撑是从256.5一直到263，这都是支撑。那其中10日均线值是在25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我们给出的是20日均线值是在245附近。第三个支撑就是24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9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，甚至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第一个可能我们是给出2个点位，我们分别来说一下。那首先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70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8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6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那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如果出现大幅的下跌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4.5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5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258.5附近，也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缺口，并且当日 K 线会回补下方的缺口。对，那出现这样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的上涨。如果出现小幅的上涨呢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7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4附近。那出现这样上涨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